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影片是要介绍凯旋模型，它在1:350的这个比例所设计制造的日本海军驱逐舰吹雪号。吹雪号它在日本帝国海军里面，它是属于一等的驱逐舰。一等驱逐舰它这个型号总共设计了24艘。那吹雪号是1号舰，再来就是白雪这一些，然后什么从云、东云到抚波，这总共有10艘。那从第11艘开始到第20艘，就是我们比较知道的霞雾、天雾、凌波这一些。那在21到24就是小响、雷电这4艘，所以基本上它的船体跟这一些都是共用的，因为我看它的数据资料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除非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设计，我没有看到那这虽然都是同级舰，24艘都是吹雪级，它分成1、2、3型，在上面的主炮以及烟囱的布局，还有舰桥的形状，这些都会有点不太一样，包含所谓的前桅杆这个是日本是说这个叫做前墙，然后我们是说叫它叫做前桅杆这些东西是不太一样的。那凯旋模型它出了吹雪号，就是在市场上补足了吹雪级1号舰的这个空缺。那由于它是属于小众市场，又加上日本海军的船驱逐舰，它的销量并不会非常的大，所以它的制作方式是使用所谓的树脂的船身。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使用树脂的船身，整条船体是一体成型的，那分成水线板以及全舰底。那在上层建筑呢，像舰桥的这一些它是使用 3D 列印件，然后包含了它有它的内构。那主炮以及鱼雷发射器，它这个也是使用 3D 列印件，然后再搭配金属蚀刻片去完成所谓的吹雪号驱逐舰的制作。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你要把一等驱逐舰就是吹雪级的给凑齐的话，你也是可以购买所谓的吹雪号，然后再使用 Fine Model 的船身或者是它的一些建筑，然后去加装它的蚀刻片以及 3D 列印件。因为 Fine Model 它并没有对吹雪级做出非常多的改套，市面上好像也没有很多，所以反而凯旋模型的这些套件可以让你运用在所谓的去改出你所想要的这个吹雪级的驱逐舰来使用。那除了第3型它的烟囱的结构会比较特殊以外，大部分我觉得两家的产品凑起来是可以把这24条船都凑齐，然后你可能就是再去购买不一样的127的主炮或者是一些小零件，那你就可以达成做出这24条船的目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会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它打开之后会有一张小卡片，这个小卡片它就叙述了吹雪号是日本帝国海军一等驱逐舰它的武装是127双联装的主炮，总共有3座，然后再搭载了3座61厘米3联装的鱼雷发射管以及9枚的预备鱼雷。然后再来说是日本海军使用该名称，初代为春雨型的驱逐舰吹雪这是它的名称的用意。然后什么时候沉没的，它也都有写在上面。然后吹雪的概况包含它的一些诸元，然后包含它的水兵人数219人，大部分的都有提到，包含了它的建造的是在武贺工作部，所以它是在武贺军港所建造而成的。所以这个东西，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说，我们的配色是使用田宫的LP14武贺海军工厂的灰色来喷涂它的船体。打开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它的说明书。
凯旋模型在这一种模型上面，它是有所谓的标准版，还有一个所谓的升级包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说明书就是所谓的标准版，你会看到相当多的 3D 列印件啊，就是这样子哈。出来了之后，你会看到还有一个船身，然后以下开始就是所谓的安装顺序。它所需要安装的下一个步骤，这种下一个步骤，它都是使用不同颜色标示给你看，那你知道说哪些东西现在要装，哪些东西现在要装，然后怎么组装上去，那到最后，它有建议使用塔米亚的颜色哪一些大部分它是比较推崇所谓的水性，然后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品牌，一个叫水世代的它连编号都秀给你看了对啊，大部分的颜色怎么使用，然后在这个驱逐舰当中，我就发现它的所谓的油布甲板，它的范围是相当的大从舰首这个地方开始，就是都使用油布甲板到这里。鱼雷搬运轨道的中间全部都是油布甲板的颜色，所以在制作上来讲的话，它会相对的比较困难一点。你要上这个颜色会比较困难一点，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上色的需求。好，那再来我们会看到一个所谓的升级包，升级包它里面的说明书我们打开看一下。升级包包含了蚀刻片、金属炮管、彩色卡纸、遮盖纸以及图片说明书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OK， 好，多了1、2、3片蚀刻片，以及一些金属棒金属炮管，还有遮盖贴纸。整艘船里面，我看到了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就是这个。所谓的管路，它是一路从舰桥，然后穿过所谓的前桅杆，就是所谓的前墙，穿过之后，然后绕过了第1号烟囱，再横跨第1号鱼雷到后面，然后一样是绕过第2号烟囱，再往后，再从第2鱼雷以第3鱼雷上去到后舰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蛮特殊的一个设计。因为我在翻阅所谓的日本海军驱逐舰的图里面这个是吹雪驱逐舰的图，我就有看到这个东西。我一直想不透这是什么东西，然后直到我翻了这个之后才知道，那是一些通讯管线吹雪2型它一样有吹雪3型它一样有只是差别在当我在看1型的时候，我发现它的鱼雷发射器，它上面是没有所谓的防弹的这个盖子的它一路是到3型，就是在小的这个时候它才有这个盖子，在第2型的时候也是没有。但是由于驱逐舰的资料我并没有很多，所以我不确定它在后期有没有加装，因为毕竟这个版本它是1941年的版本，所以有可能在1941年的时候它都已经装上去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然后我们看它的蚀刻片，分成了1、2、3张，好，预切好的这个油布甲板压条的遮盖贴纸。然后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了所谓的电线，这里这个是电线这个是绕过1号烟囱及2号烟囱的电线，还有一些盲盖，这里也有。然后这个应该是弦外电路，而且它弦外电路做的还比较细致。好。
再来，嗯，这个应该是所谓的鱼雷搬运轨道，还有一些所谓的舷窗，舱门，一些结构上的支撑支架。再来就是前后旗杆，不过它这个前后旗杆我看起来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它的前后旗杆如果是用蚀刻片的话，它是可以对折，问题是它折起来它是所谓的四方形，它并不是圆柱状，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可惜的。好，你看它所有的栏杆都是采用链条的设计，所以上面的纹路你都看得出来，这个是蛮漂亮的设计。所以基本上购买这艘船的话，我觉得应该大家会比较趋向于选择加购所谓的升级包，对你们来说会比较能够把这艘船做得比较细致一点。接下来我们就看它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下面介绍的就是标准版里面会看到的东西。会看到一个船身然后后舰桥、桅杆，整个前桅杆3D 列印出来的所以我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有信心，说实在的，不是很有信心。好，这个是主炮，以及烟囱，还有快速鱼雷装填装置。然后这一版全部都是甲板上的零件，救生艇，然后主炮的炮衣，还有一些甲板上的弹药箱，鱼雷发射器的盖子。不过它鱼雷发射器的盖子给了你4座，它总共才3座，它给了你4座，所以你做了一艘之后，你还会多一个。可是鱼雷发射器的内购，它只给你3套，所以这边会多一个，蛮可惜的。再来就是通气管，好，这个是底部的驱动桨以及主舵。那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铆链，它铆链一样是用3D 列印的给你，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蛮危险的，怕它会断掉。不过看它的说明说，这个是可以活动的，它是可以活动的。好，然后再来也是烟囱以及主舰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舰桥。包含内部有所谓的防滑纹路，不过它的防滑纹路我看起来就觉得不是很好，我自己的感觉OK， 然后再来就是一根金属棒，你必须要自己裁切，好，然后再来就是船身。船身一体成型的树脂件，上面的钢板纹路清晰可见。不过
有人跟我反映过，它的钢板纹路如果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在这个比例上，钢板纹路是有点太厚了一点实际上我觉得，当你比例缩到350的话，可能钢板纹路你是看不见的。照理来说，你只会看到缝隙跟形状。对，那模型会做成这个样子，应该也只是要凸显出它的细节。但是有的时候模型在制作上它会有一些没有顾虑到的问题例如说在海军舰艇当中，甲板的设计，中央的中轴这条线应该是都会比较高的，然后两侧是比较低的，是一个弧线，所以你的海水拨上来以后，它会有助于你把水快速给排掉。但是凯旋模型来讲的话，它的这一个倒是没有这个东西，它变成中间这个是平的，所以就没有这个设计，甚至是有点凹陷的这个蛮可惜的，它应该要想办法把中间做的稍微凸一点点才对。好，这个就是它的船身。那树脂船身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上色你可能要先用清洁剂先稍微清过一遍，因为它应该会多多少少残留一些所谓的脱模剂在上面，所以会造成你上色的时候会有点困难。这个就是凯旋模型的吹雪号驱逐舰。那这一艘驱逐舰我目前是没有打算要制作的。跟他之前寄给我的那些驱逐舰一样，我是没有打算要制作的，因为我其他的船，我觉得我都已经快要做不完了，然后又多了这么多驱逐舰，我就有点蛮头痛的。OK， 因为再来凯旋模型，它就会出所谓的细云号驱逐舰。细云号驱逐舰在以前只有 Pitroll 这家公司出过一批，然后就没了，所以到最后变成细云号的售价是非常的高你在网络上如果有遇到所谓的细云号的话，你必须在雅虎拍卖上面去跟人家竞标，那个金额是蛮高蛮恐怖的。好，这个就是吹雪号它的产品介绍。那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去你们附近的经销商看看有没有贩售所谓凯旋模型的这艘船那或者是你如果是要跟我讲的一样，你要制作其他的船，你要把它改成普波、东云、重云这一些的话，你也可以搭配 Fine Model 它的船体下去使用，或者是拿着它的套件去改装在 Fine Model 的船身上，然后沿用 Fine Model 的主炮，你把它凌波、霞雾、天雾这些船做得更精致、更漂亮，这也是一个方式。毕竟这一套船，它的售价并没有非常的高，因为你如果额外的去买所谓的改装套件类似我举例就是Infinity Pontos 这种改套，其实它的价位也都还蛮高的。那我不如就是买这个东西，然后直接拆里面的零件去装在 Fine Model 上，我觉得搞不好还比较划算，这也是一个方式。好 ，OK，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那对于船体上的考证，如果你有任何的想要补充说明的，我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来你的意见，因为毕竟我又不是日本海军的专家，我只是比较喜欢做船的模型而已。那你如果有力的考证资料可以提供给所有的兴趣爱好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相学习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你如果只是留言要来彰显说你很厉害，可是你又拿不出任何证据，那我可能就直接把你的留言给删掉因为你这样你也没有尊重其他人，那我也不需要尊重你就是这个样子。好 ，OK，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拜拜。